芝芝，为何不饮？陛下，臣妾这段日子身子乏得厉害，实在闻不得这酒气。哪里不舒服？这让太医。陛下，臣妾是有喜了，太医请过脉，2月有余。好，朕竟要在值天寿之前等到了朕的嫡长苗裔，赏合共赏1年俸禄。朕要升你的位分，陈、昭，你喜欢哪一个封号？陛下，封号不急，臣妾进宫10年了，如今有了这好消息，求陛下成全臣妾一个念想，臣妾想家了。朕的芝芝是个至孝之人，准了，朕这就命人备下最华贵的帐衣，让你荣耀还乡。不要，臣妾想微服回去，家中老父嫡母性子简朴，若带着千军万马，哪里还能续天伦之情？我想当回那个季家的芝芝，给爹娘尽孝。依你，朕派最隐秘的铁骑暗中随行，保你万全。爹爹嫡母筹谋10年的时机终于到了。10年前，家乡大荒，父亲为了给阿兄凑娶亲的谢娘钱，2两碎银。救下我！便把我卖进了这红墙里。洗不完，今晚就没饭吃。这是1月2两的月例银子，寄回去，小娘就有药吃了。钱收到，正好够我在城里读私塾的束庸。芝芝，家里存了30两，置办了3进的小院，还给你留了间女儿房。女儿房，我有地儿住了，我也想嫁。娘娘，明天穿这身去给您的小娘长脸。不，去把我那套最旧发了霉的才女服找出来。娘娘，您非还乡，何必受这个委屈？如果不受点委屈，又怎么能在除夕夜看清那些所谓至亲的真心？我要看看那个我花了10年血汗供养出来的季家，到底是避风港，还是葬身之地？这就是长青街，是，前面就是季宅了。娘娘，属下打听过，季老爷这几年靠着您寄回来的银子是这街面上最大的财主。记住了，一会儿见了人，不许唤我娘娘，只说我在宫里顶撞了贵妃，触怒了圣颜，虽然有了身孕，却被当众掌果轰了出来。如今我是回来赖在家里吃白食的弃妇，你们是跟着受罪的老奴。主子，万一老爷真的把您赶出来，我就是在期待那一刻。人性若是不见底，我就永远斩不断这血淋淋的根。这是我无数个10年绣出来的眼泪钱换的。叩门。张妈妈，二姐儿回来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宫里的二姑娘被扫地出门回来了。这些木料是主子3年前守灵守出来的血手印换的，那对狮子是主子帮嬷嬷洗了1万件现衣存的，可他们竟在这儿摆起了主子的谱。谁呀？大年初1报丧呢，不知道老爷正在招待贵客吗？哼，张妈妈，是我，二姐儿回来了。哪来的要饭婆？讨吃讨喝去南城隍庙，这里是继府公馆。二姑娘，你这是打哪儿逃荒回来的？我没出去了，求见爹爹。老爷，大娘子不得了了！宫里那个二姑娘怕是犯了事，被乱棍捡回来讨饭了。季芝芝，你在宫里10年，就是这么回来给你老儿长脸的？内务府的陪同呢？上次的金银呢？哥哥，这一身云锦衬得
真是像极了地狱里的鬼。你怎么回来了？爹爹，芝芝若是再不回来，怕是要饿死在那冷宫的雪地里。盛宠不衰的才女，未封贵妃的恩典，这些年在戏里吹的牛皮全破了。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顶撞了贵人，被扫地出门了？圣心难测，那日贤妃娘娘丢了金钗，非说是我拿去典当，陛下甚至连话都没替我说一声，当众赏了50榜把。爹爹，女儿入宫10年，为了家里受尽凌辱，如今走投无路，您不能不要我。爹，您听见了没？他是得罪了贤妃娘娘回来的，这哪里是报恩，这是要把咱们季家剧组拖去陪葬啊！你刚才在门口说你有喜了？是，已有2月。有喜了又如何？一个失了宠被乱棍打出来的罪女，她肚子里那个圣上能认吗？怕是转头就要被溺死在泔水桶里。住口！芝芝，爹这些年拿命供你在宫里周旋，如今你倒了台，季家的名声算是全毁在你手里了。爹爹，这些年芝儿每月的令银全都寄回来了，求爹爹看在往日情分上，给芝芝一条活路。情分？你大着肚子回来，断了季家的官运，这就是你的孝心？爹爹，那可是您老在信里亲笔答应，说永远为我控制的女儿房。哟，这哪来的二姑娘啊？穿的比我那买来的小丫头还破落。那屋子早腾给你大姐放嫁妆相抵了，你现在这负罪之身，哪配住咱们季家的正房？芝芝，你也别多心，如今家里紧吧，你就带着你这2丫鬟，先去磨坊旁边的耳房里蹲着，别随便出来走动，免得晦气，惊扰了你嫡姐的名声。去查查京城那些人牙子最近收不收成色好的宫里货。既然是这死丫头自己不争气，弄丢了富贵，总得在这皮肉上给季家补回点利息才是。这就是我的房间。芝芝，你大姐在周家受了气，经常回来小住，东西没处放。既然你在宫里不回来，这屋子空着也是浪费。芝芝啊，你也不要怪爹狠心，你现在是圣上赶出来的罪女，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算不错了。老爷，您跟这丧门渠废什么话？人回不回来不打紧，只要他这些年攒下来的梯酒钱回来了，怎么都好说。原来我花了10年血泪供养的，不过是一堆随时可以被大姐践踏的垃圾味。这屋子里一股子穷酸晦气味。芝芝啊，你在宫里当了那么多年的贵人，这回被撵回来，总不至于真的是两袖清风吧？你干涉我们娘，我们姑娘的换洗衣服。少废话，宫里的才女阅历可不少，我就不信这死丫头没藏金票。季芝芝，你在跟谁演戏呢？你在里面10年，就带回来这些垃圾。我警告你，你大哥在长乐坊欠了500两利息，你要是识相，把你身上藏的那些金撮子挖出来，咱们还能给你口剩饭吃。母亲，宫里的东西都被查封了，这2身旧衣还是我跪在午门求了管事公公才赊给我的。呸！没钱你大着个肚子回来吃白食吗？我想好了，你虽是个弃妇，但皮肉还算新鲜。正好亲王府的王管事缺个陪房，若是把你塞过去，那500两银子的缺也就平了，全凭父亲和母亲做主。既然你们想玩这一场卖女儿的戏，那我就送你们满门抄斩。哟，贵人还没起呢，看来在宫里真是当主子当惯了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还等着皇上翻牌子不成？大嫂，这是给我的。怎么嫌差？哼，你也看看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，一个被贵妃打出来的弃妇，还揣着个不知是谁的种，能有一口吃的就不错了。这还是我从猪食罐里省出来的。你说这狐狸毛成色真好，100两银子一领呢。想来妹妹以前在宫里也没少见，如今落魄了，就该知道这不依百姓的艰辛，
我记得这狐球是2年前我托人带给娘亲御寒的。娘亲体恤我辛苦赐给我了，怎么你要收回去？爱吃不吃，不吃就滚去洗衣服。大初二的，家里请了厨子做席，那一盆的油污抹布还等着用你那双贵人的手去搓呢。记住了这味道，记住了这酸。娘娘，他们拿我的血汗建了这吃人的高门，却给我送来这等东西，这一件件我都记在大初二的雪地上。春枝，去传消息给那王管事的对头，就说季家得了1000两红财，这出戏该进下一场，卖我。济公，咱们2家也是多年的交情了，150两白银买你家那个在宫里见过世面的二姑娘，本是桩美事。可老夫昨儿个听大郎说，这货色似乎有些不干不净。王叔，你是不知道，那死丫头当年进宫时还算清纯，谁成想在冷宫那等安撒地方待久了，竟学了一身勾引野汉子的本事。若是正经怀了龙胎，圣上哪能连个仪仗都不给，就乱棍把她轰出来？逆子说得对，那就是个辱没门风的野种。王管事，实话跟您说了吧，这死丫头定是跟宫里哪个守门的野侍卫通了奸，陛下念着旧情，才没把她沉了井。王管事放心，这种货色留在季家也是晦气，只要您愿意收下，等他进了您王府的大门，您是灌一碗红花弄死那野种，还是直接把那孽种扔进泔水里溺死，我们季家绝不用于心疼而皱一下眉头。爹，老子就要这个！老子长这么大还没玩过被皇上玩腻了又去偷汉子的宫廷淫妇，这种货色在那床上定有不为人知的销魂手段。管他是跟谁生的野种，等老子玩够了，亲手把那小崽从他肚里抠出来。王管事，如你们所言，我确实是由于这孩子被圣上厌弃了，季家容不下我。若您肯出500两白银，平了大郎哥哥的烂账，芝芝今晚就随王少爷上轿，从此往后是打是杀，芝芝绝无二话。500两，哈哈哈哈！王管事，您听见了？我这女儿懂事儿，只要500两银子亮了响，这怀着孽种的淫妇便归您家了。成，500两买回一个宫廷破鞋，这彩礼老子出了。孽种、淫妇、季承贵，等皇驾亲临龙位出鞘的那一刻，我倒要看看你这颗为了500两红金就要卖主求荣的狗头，够不够圣上剁下来喂那粪坑里的蛆。季武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且问你最后一次，二姨娘刘氏究竟在哪里？为什么我找遍了所有的偏房，连她一张用过的帕子都没见到？二姑娘，你小的求您了，别问了。大娘子说了，刘氏她既然生出了您这么个不检点的女儿，那是辱了季家的祖宗，早就被送回山沟沟里等死去了。哟，我当是谁在这儿摆主子的块呢？原来是咱们季家供养出来的那个大淫妇啊！母亲，我只想知道我小娘的下落。闭嘴！你个不知廉耻的小蹄子，肚子里揣着不知在哪条胡同怀上的野种，还敢在大初二的提那个贱婢刘氏！你以为你是回来省亲的贵人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见过这院子里的长工！母亲说的对，刘氏当年怀着你的事就不清不楚，生了你这么个丧门星，害得老爷名声受损。如今你又怀着野种回来吃白食，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一屋子都是破货。我也觉得奇怪，既然您和诸位都认定我怀的是辱没门风的孽种，为何刚才数那500两彩礼的时候，竟连指尖都在发抖，笑得连牙龈都露出来了？妓女，你竟敢还手顶嘴！那500两是你欠季家的补偿，老夫没在大门口把你剥光了陈景，一是看在大郎阿兄的虔诚份上。芝芝，别再给脸不要脸！你要是再敢多嘴问一句那贱妇刘氏，老子现在就叫马房那几个满身血的奴才进来，先把你肚里那个不知爹是谁的孽种给一脚踹死，再把你卖进那最下等的流民窑子里受罪。好，野种，既然你们这么期待这孩子死，那我就让这孩子的亲生父亲带着3000龙位，亲自听听你们这番感人至深的肺之言。老爷，大郎最近在那长乐坊又欠了赌债，那王瘸子刚才派人说了，他不想要那个野种，等明天芝芝上了轿子，
我早已备好了那一味藏红花混着千居伞，在那半路上就把那聂忠生生留在那烂草堆里。只要不耽误明天的500两余款进账，随你出主。反正那野种是他在宫里顶撞贵妃被赶出来的祸根，死绝了。圣上不仅不会查，怕是还得谢谢咱们季家替他清理门户呢。那倒是，等那野种一没，哪怕只有这身皮肉了，王管事要是玩烂了，咱们还能转手再卖给城南专门接重税的暗唱馆。毕竟那刘氏那个包袱卖的可是真值。娘，您快给大郎交个实底，卖那刘氏的时候到底拿了多少？能卖多少？那样一个哭丧着脸的老菜皮子，带路的人嫌他晦气，卖给万坑山采石场当烧火奴的时候，最后也就卖了一个吊钱，连一担好炭都买不回来。一吊钱，我这10年抛却尊严，受尽酷刑，往家里寄了38000两白银，那是我的血汗，那是我生不如死的代价。可他们竟然用这一吊钱毁了我生母的清白，葬了她的一辈子。主子，影卫统领在暗处都听到了，请圣上下旨，属下现在就去割了季大郎那条乱飞的舌头，再把季承贵的老脸剥下来。不，就这么杀了，如何能消我阿娘受过的鞭子？春枝，告诉皇上，季府的人说，他捧在心尖上的嫡长苗裔是那必须死在轿子里的卑贱野种。请圣上初5那天带着龙骑3000铁甲亲临长青街，本宫要在他们卖我入窑子的那一刻，亲手把他们那一张价值1吊钱的契约塞进他们的喉咙里，让他们一寸一寸咽下去。春枝，属下在。初3之前，我要长青街所有挂着季家印记的铺子全部停业，那3000两白银的存款以来历不明的名义给我封死在钱庄里。娘娘，那可是季家立足的根本，万一季老爷去官府闹，官府的印章在哪儿？内务府的批文在哪儿？他这些年花的每一文钱，名义上都是我这贵人赏赐的恩典。既然是恩典，我收回来，谁敢说一个不字？他们用我的血肉修了这座金笼子，现在我要这笼子变成他们的坟墓。内务府查办非法资产，祭器铺子一律封存，无关人等退散。对不住了，季老爷，您那3000两银子涉及宫闱秘案，已被暂时扣押。季承贵，你的好儿子昨儿个在长乐坊输的连裤衩都不剩了，连本带利500两，今天还不上就留下一双招子。爹，救我！王大哥，方书记救救我！我本来想翻本的，谁知道那些骰子不长眼啊！天爷呀，大初3的杀人了！你们别动我儿子，钱我们有，在那房里。好汉，这是50两，剩下的等我女儿到了王府，我们一定还。呸！50两！你大年初1的打发叫花子呢？利滚利，现在是700两了。季老爷，这桩买卖怕是不成了。你这儿子若是惹了长乐坊，我王府可担待不起。把那50两还我。不够，还不够。季承贵，你不是说即便我身败名裂，也要把这副皮肉卖出最高价吗？好汉，我还有个妹妹，她在宫里待过，滋味极佳。除了她身边那2个侍女也是宫里的老奴，能卖不少钱，都给你们，只要放了我。这便是我的家人。季芷之，长乐坊的人就在门口守着，你别在这儿装穷了，快把你私藏的那2枚猫眼石交出来。嫂嫂，那石子不是给过你们了吗？你们说那是假货，早就扔在雪地里。我不信，你这种在宫里待过的，肯定还有私权。这是什么成色？我在那宁亲王府的老夫人腕上都没见过这种成色的宝珠。这是我这10年在冷宫里帮嬷嬷补袜子，嬷嬷临死前赏我的，不是什么值钱东西。不值钱？你当我们都是瞎子？这一对镯子少说也值2000两。既然贪心已起，那这勾魂的饵，你们就必须死死吞下去。这都是我存给王管事的嫁妆，
若是你们现在抢了，我今日就一头撞死在门柱上，咱们谁也别想得一分钱。季老爷，咱们说好了，150两买这二姑娘回府。只是我这儿子金贵，若是你女儿不能生，你这老脸可挂不住。管事放心，那死丫头命硬，好生养得很。爹，这比那勾脸里的花魁还倔1万倍，这银子花的值。王管事，我阿兄欠了长乐坊500两，你这150两怕是平不了这宅子的债。芝芝，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？管事是聪明人，我曾在乾坤宫御前伺候，见过泼天富贵。你觉得能被圣上挑中的货色，真的只值那几个零钱？那你要多少？500两白银。只要500两白银到账，我芝芝今晚就跟您走，绝不回头。成，只要人是真的，这500两我下午就给。季承贵，这一桌子的带血银子是为你全家置办的，买命钱。周家那老喷婆居然敢给我脸色看！季芝芝，都是你这个丧门星害的！见过大姐。别叫我大姐！我在周家受气，全是因为听说了续期了你被赶出宫的消息。以前你是宠妃，周家拿我当祖宗，现在你成了破鞋，我就成了弃妇之姐。这是什么？季芝芝，你还说你没私藏？你一个弃妇也配用宫里的东西？这钗子得值2000两吧？大姐，还给我，那是皇上赐给孩子压惊的，不能随便给人抢，那是面头的。皇上赐的。芝芝，你大姐在周家受了委屈，正好缺个压轴的宝贝回去撑场面。这钗子既然是在季家，那就姓季。给我瞧瞧，这珍珠能换多少10两？别跑，这是我的了，我有这根钗子带回去，谁还敢说磕过我的回门礼？大姐，那上面的凤首坠珠是内务府预留的记号，你带着它，就是在带一张季全家的催命钱。记住，要别让他们拿进来。我要让这一屋子吸血鬼觉得，这500两银子要死在他们手心里了。快救命啊！开门！我家姑娘见红了，不好了！爹爹，母亲，芝芝好冷，我可能要随圣上去了。放屁！你死也得等初5过了再死。王管事的轿子后天就到，你这时候死，那500两银子怎么办？老爷，这小蹄子是在装，他怕是想让咱们请大夫进府抢救，好趁机逃走。呀，流了这么多血，这肚子里的货怕是不成了。不成了也要卖。既然病了，那就不用再出来走动了。来人，拿2吨最厚的木板过来，把这门、这窗全都给我钉死。父亲定得好，定稳了这一口棺材，等初5皇驾降临时，季家才一个都跑不了。季承贵，好一个生父，好一个至亲。朕捧在心尖上不敢动分毫的宝贝，他们竟敢让他吃馊了的馒头！这些蝼蚁，他们哪来的胆子？皇上息怒，皇上保重龙体啊！息怒！芝芝腹中怀着大齐的嫡长苗裔，在那阴冷漏风的杂屋里挨饿受冻，你让朕息怒？收了那2名影卫的脑袋，让他们自摘领罪。芝芝若是多受一份委屈，朕要这条街寸草不生。末将明白，请圣上下旨。是否此刻血洗季宅？不，芝芝说的对，杀人要诛心，他要把季家捧到天上去，再看他们跌进泥潭。李公公，传朕密旨，龙骑禁军秘密集结，朕要微服还乡。皇上，这除夕刚过，朝中他在那儿受罪，朕在这看这些废纸，朕要去看看这件被钉死的暗室到底长什么模样。这便是他寄回3万两银子修的宅子，
倒是比朕的前底还要张扬。皇上，隔壁那座闲置了10年的镇公馆已经按娘娘的意思秘密买下了，现已挂匾柳宅。就在那间屋子里。回皇上，娘娘在里面再待了3日，每日只进1碗清水薄粥。娘娘让属下转告，戏台已搭好，请您务必准时入座看戏。芝芝对朕还是这么狠心，非要用自己的苦来成全这一场局。李公公，告诉长乐坊的那些债主，今晚便是他们收债的好时机。朕要在初5那天，听着季家骨头断裂的声音，给芝芝报仇。动作快点！四老太婆，今天洗不完，晚上就去鹰车岩喂狗。官爷，求您给口热汤，老婆子手没知觉了。想喝汤？季家卖你来的时候，拢共才收了1吊钱，抵不过马爷1顿酒。你这种货色，烂死在这里才算回本。刘妹子，凑合吃吧。马监公说明儿个要把你卖到下等窑子里去，你受得住吗？刘大哥，我不怕死，我只是想，我的男女在宫里是大有出息的，他一定会回来接我，我得活着见到他。别打我！别打我！今天的鸡杀完了，血已经退干净了，别打我！刘夫人，奴婢春居奉当朝贵妃娘娘之命，来接您回家。这10年，我给季家寄了3万8千两，换回的是我母亲在那坑洞里度日如年。季承贵，这一笔账用命还都不够。阿娘，不要看我，你是宫里的贵人。老婆子贱命一条，我要脏了您的眼。阿娘，是我是芝芝啊。5岁那年，季大郎抢羊肉汤泼您，是我替您挡下的。阿娘，您不记得了吗？奶奶，真的是我的芝芝。阿娘，是我，芝芝回来了，再也没人能发卖你。我让那些害你的人一个一个圈去那些个矿场给您偿命。阿娘，以后你跟我姓刘，我给你建全京城最大最显赫的刘府。东西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这是那刘夫人的死契，季家当年卖人时落的是10两银子的红手印。10两，我每月寄回200两，竟换不回这一张10两银子的活路。贵人，按照您的交代，已经对外放了风，就说那烧火婆子在大雪封山时被炸山的落石生生砸烂了，尸首直接卷进了这鹰轴剑，喂了野狗。记得，血柱子场，血柱子场。记住，这钱是买你舌头的。说我以后在京城听出半点关于刘夫人的风言风语，这阴蛇蹦便也要收了你的烂骨头。小的明白，刘婆子3日前就死绝了，烂透了，小的绝不敢乱言一个字儿。回禀贵人，这位壮士的断腿是陈年旧疾，骨头长歪了，得生生捏断重接。虽然受罪，但配上圣上赏的续断膏，3月后必能如常人般行走。使不得，贵人，这2年我是受刘妹子的恩德，才多活了几年，怎么敢劳烦宫里的神医？柳叔，这2年在那人间地狱，若没您那一口冷馒头，一把炭火，我阿娘早已成了枯骨。这断腿之痛，本就是替我阿娘受的。到底是谁搬进来了？这般大的派头，定是京城里的显贵。大郎，
快去备一份厚礼，咱们一定要攀上这棵大树。柳叔，以前我姓季，那是没得选，但季承贵不配当我生父。从今日起，您不再是采石场的苦，您是京城新晋豪门柳家的开山鼻祖柳承恩。柳承恩，我这种人也配有字有号？您不仅有号，您不日还要成为这大顺朝最尊贵的长辈。等隔壁那个男人跪在您脚下求饶时，我希望他还能认出这2位老邻居。参见刘老爷，参见柳大夫人。谁让不让人过了？大初3的拆迁动土，那镇公馆荒了10年，怎么突然就动起工来了？震得我这房梁上的灰全掉粥碗里了。老爷，我昨儿个听李婆子说，那镇公馆被个南方来的神秘客商买下了，光是定金就撒出去了3000两银子。3000两定金，那可是比王府管事还要大的财主。咱家现在兔子被封，若是能跟着新邻居搭上线，礼品紫檀木12香，进屋。大郎，你看，爹，你看那廊柱竟然镶了赤金，这隔壁住的怕不是个侯爷吧？大郎，你瞧，那宅子正中心的方位竟在挖人工湖，咱们季家那3进的院子放在这邻居眼里，怕是只能当个马厩。哪来的偷窥鼠辈？快，大郎，去库房看看还有什么像样的首饰，咱们明天一早就去地外帖报喜。2位官爷，小人是这长青街的长辈，祖上也在朝中补过实缺。听闻柳夫人搬迁之喜，特备了这一只西海红珊瑚，前来拜会府上主人。止步！官爷，咱们是近邻，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，这里……夫娘家规森严，不见任何不三不四的小人。拿走你那只断头的破烂木头，莫要在那儿脏了我们主子的地线。季老爷，您那点破烂也好意思送？没瞧见人家这就连马夫穿的都比你体面，还想攀高枝呢？这回脸丢到护城河去了吧？阿娘，莫急，这才只是个门口。过2日，我要让他季承贵跪在这台阶上，一步作响，磕着头求您见他。爹娘，我看明白了，隔壁那位柳夫人虽然富可敌国，但出门只带一个瘸腿的远亲。这种守寡的诰命夫人，心里最是寂寞，缺的就是个解语欢。还是咱们云儿有主意。你这长相，这才华，随便去讲几段经书，往后那柳夫人手指缝露出的一点儿，都够咱们季家吃几辈子的。芝芝那个烂蹄子能攀上圣上，靠的是运气；我季云出马，靠的是真本事。那柳夫人身边缺个读经说话的人，我去毛遂自荐。若是能认个干女儿，咱们在长青街还怕谁？成，云儿，你这就带上家里那最后2罐极品茶叶，一定要敲开柳家的大门。官爷，小女是隔壁季家的长女，久闻柳夫人端庄仁厚，特带了家乡土产，想入府为夫人读上一段长生经，全了咱们邻里的情分。季大小姐，这凤钗成色太重，怕你这小户之女压不住。这是家传宝物，烦请通传，柳夫人定会喜欢我这伶俐人的。夫人乏了，不见杂人，想当解语花，先去把后院那盆污秽物倒干净了再说。大姐，原本想送你入黄泉，谁知你非要抢着进我的后门。罢了，这认母的戏码，等大婚那天，本宫定让你做主角。季大郎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说好了，今天筹齐700两平账，你要是敢耍花招，老子当场拐了你！好汉饶命！钱在路上了，我爹说了，隔壁刘府是我们的亲戚，只要攀上关系，几千两都能给你。屁的亲戚！刚才老子亲眼瞧见你姐在人家门口被轰出来，跟老子装相，砸！别砸了，别砸了！祖宗啊，再给我3天，等我女儿上了轿，王府的聘礼一到，我砸锅卖铁也还你们。你女儿？你是说那个被赶出宫的破鞋？王管事昨天可是说了，他只出1半定金，万一那丫头病死了，他1文钱都不给。诸位好汉，我在这儿。我爹爹确实没钱了，不过
我袖子里藏的那对镯子，倒是能抵几百两。你们若是有胆，就当着我爹娘的面搜了去。好汉，搜他那一身皮子，他身上肯定藏了金元宝。只要不杀我，你们就算把他卖进高栏也行。季家大郎，这笔债今天就用柳家100年的荣耀给你送终。王管事，王大哥，那700两利棍利啊，求您把剩下的450两现在就付了吧。只要银子一响人，您立刻带走。季老爷，原本说好出5台人，可现在你这宅子被债主填满，万一我那轿子刚进门，这些好汉把我给抢了，我找谁理去？胡说，人就在后院盯着呢，万无一失。要是您现在不带走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成，只要那丫头乖乖上轿，这银子我下午备齐。但有一条，既然是提前提，咱们这婚契得在那杂物房门口签。芝芝，你别怨爹爹心狠，这也是为了全家活命。王府是富贵地，你去了便是享福。父亲，您是想让我上轿，还是想让这一袋子烂木头顺带葬了芝芝？大老远，别废话，去拿席子，趁着还没天黑，把这丫头给我绑进轿子里。银子，我们要银子。季承贵，你撬开的不是门，是你全族的棺材板。这破地方，连路都是斜的，真叫本郡主好找。郡主，下官季承贵叩见郡主千岁，有失远迎，死罪死罪。这就是季大人所谓的盛世家宅。本郡主瞧着，连我府上的马厩都比这儿亮堂些。郡主，小人家里虽然暂遭查封，但舍妹在宫里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在本郡主面前开口？郡主问话，草民莫要妄动。这第一口慢气，季承贵，你且受着。郡主最讨厌的可就是你这种结实的铁头啊！季夫人，你这脑袋长得真是结实。本郡主见惯了那些娇滴滴的贵妇，还是头一遭见到像你这般连骨头里都透着市侩劲儿的铁头。郡主谬赞。哟，季大小姐，这差子挺大的。回郡主，这是圣上赐给舍妹。圣上赐的。本郡主瞧着，是珍珠色泽暗黄金丝拉的粗本，一看便是边境那种三流工坊糟粕玩物，那种掉在地上都没人捡的垃圾，你也敢戴在头上显摆？芝芝，这群脏了你眼的畜生，今天本郡主替你一个一个亲手捏碎。郡主，这是小的跑了3条街，在大石烂那儿给您买的现做云片糕，您尝尝。这糯米面里掺了陈米，一股子发霉的糟味。季大人，你便是用这种猪狗食来打发本郡主的？郡主息怒，这是京城最好的点心铺子了。最好的？本郡主在宫里吃惯了宝珍坊的御厨手艺。大郎，你去买10盒宝珍坊的龙凤呈祥盏，再配1罐200两银子的太平侯封。没钱不打紧，这几张便当本郡主这2日的缴火。若是不够，本郡主便让内务府来跟你对账。那钱，那是大郎屏障的命，也是咱们翻身的梗子。这一顿饭竟花掉了咱们季家半年的印象啊！老爷，这哪里是请回了活菩萨，这是请回了一个索命鬼呀！郡主爱玩便由着他玩，前夕越是贵气，等明天初5正日子一开锣，这种落差才会让季家彻底疯掉。再告诉长乐坊，就说季家得了郡主赏赐，那200两余款今晚子时前必须结清，否则立滚3倍。哟，季大人，什么时候转了运，家里多了个这么水灵的大宝贝？是给哥哥我冲喜的测试吗？小王，闭嘴！你叫本郡主什么？测试？季大人，这就是你给芝芝找的好归宿。本郡主虽久不回京，也从未见过这般不仅残了腿，还烂了心的地痞。这种货色，连给本郡主的裂口皮鞋都不配。季承贵，你这一双招子若是瞎了，本郡主不介意替你挖出来。郡主饶命，是下官有眼无珠，这婚事原是权宜之计。郡主，
莫脏了您的手。明天便是初五，有些脏东西得留着在阳光下晒化了才有趣。呸！带着你的臭钱和烂骨头滚出大院！初五子时前再敢出现在本郡主视线里，我就把你这颗头挂到城门上去！瞧瞧，这柳家到底是哪位大富大贵的人物？昨儿个送进去的炭可是宫里才有的银丝炭，再贵又如何？说不定也是个没福气的。你瞧那门口连个男丁影都没见着，定是个克夫的寡母。起轿，夫人出府巡视，闲杂人等退散。这派头怎么瞧着比县太爷还要大？爹，快出来看，贵人露面了！阿娘，你今日走的每一步都是在践踏季家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父权。很快，那个人便要来求你。记我，记住了。待会儿见了管事，一定要唤我季大人。咱们大顺讲究的是门庭，那柳夫人既然身居高位，必定在乎邻里名望。老爷，刚才大娘子被轰出来，咱们这回……那是你家大娘子没底蕴，老夫可是正经补过实缺的。官爷，小人是住隔壁的季承贵，曾在朝中补过实缺，并闻柳夫人搬迁之喜，特为了这一对玉麒麟前来给柳夫人请安。哼，季承贵，你就是那个连怀胎的女儿都要钉死在屋里的季家主。就凭你也配提玉字？我家夫人说了，这长青街本是净土，却由于出了几只吃女儿血肉的爬虫，生生污了风气。拿开你这两块破石头！我家主子不见任何不三不四的小人，滚！那背影好像刘氏，哪来的烂老汉？再敢盯着夫人看，我就挖了你那双招子！变了，全变了！那隔壁的柳夫人，气势比宫里的贵人还要大。爹，搭上关系没？要是柳夫人肯拉拔咱们，那500两银子算个屁呀！搭不上，她说咱们是吃血肉的爬虫。你看着母亲上轿的时候，有没有想，她这一步全是踩在你的脊梁骨上走过去的？外头闹到哪一出了？主子，季大郎方才又把王管事带来的那50两定金送去了长乐坊，可惜刚进门就被那刀疤脸打断了一根石头，此时正哭天喊地呢。一根指头太轻了。季芝芝，死在里面没死就给你挪个窝。娘娘，万岁爷圣驾已到长青街口，宿在隔壁。皇上让属下带话，他若此时冲进来，怕是会坏了娘娘猫捉老鼠的心智，所以他在隔壁等着娘娘，等正月初5给娘娘亲手递刀。好，告诉皇上，一定要带齐了禁军，季家欠下的每1两银子，每一道血痕，本宫要在初5那天的日光下，让他们一寸一寸连皮带血的全数吐出来。初5封妃，也就是季家的灭门忌日。老人家，使不得。老人家受苦了。贵人说笑了，老婆子贱命一条，若不是芝芝，怕是早已成了胯下的灰。传朕口谕，柳氏德行温良，教女有方，即日起亲逢2嫔，端柔诰命。芝芝在宫里常说，阿娘是这世上最温柔的女子，朕没能护好她，也没能起早接您入京，是朕的过错。谢圣上隆恩柳家上下，愿为娘娘效犬马之劳。刘承恩，听好，朕给柳家这泼天富贵，为的是让芝芝在京城有真正的靠山。皇上，季大郎方才又在那边叫嚣，说是要等拿了王管事的银子，就去给季老头买几个侍妾，庆祝二姑娘出嫁。庆祝？好啊！李公公，让内务府的人备下2担冥币，既然季家想数钱，朕让他们在西城数一辈子的私人钱。那就是芝芝待的地方。是，季承贵亲手盯的，说要防止娘娘驾兵逃跑，坏了王府的生意。这是季家大嫂给娘娘送的早膳，发了蓝莓，泛着酸臭，平日里连季家的家犬都不稀得闻。朕绑在心尖上的人，朕倒要看看谁是他爹，他也配称父。李公公，传旨。初5那天，朕要龙骑禁军全副武装，朕不做龙女，朕要骑着那匹乌回，亲自去季宅门口接芝芝出阁。那季家那些人，先留着他们的皮，剥离了那500两银子的幻梦，再让他们去万坑山陪柳大夫人生前经历过的那些石头，一寸一寸磨烂他们那身下裂的肉。萧景逸，这把刀我一定要亲手握在他们喉咙上。
大郎，快去看看王管事的人马到哪儿了。今日这婚期一签，剩下的450两白银入望，咱们季家就又是这长庆街的头等户。爹，您就放心吧，昨儿个我已经在长乐坊放出风去了，说咱们家有个贵妃出身的货色要相看。这不，刚才李侯也派人传信说他也带了足额的银子要来竞价呢。那丧门星病了3天，估计也折腾不动了。赶紧趁着还没断气，把这500两银子落了袋才是正经。娘娘，皇上说了，让您吃饱些，才有力气看戏。圣驾已在刘府点兵，只待娘娘推门。戏台上的主角已经涂好脂粉了。既然季承贵想把这正月初5过成大喜的日子，本宫便送他一场红遍全城的红白喜事。季承贵，你定下的是铁钉，那是你亲自为全族敲下的最后一颗丧钟。李麻子，你来这儿凑什么热闹？这季家的二姑娘，我爹可是下了定银的。哼，定银算个屁！季大郎在赌场欠的是我老大的债，他说了，谁出的银子多，货就给谁。两位爷都是贵客，芝芝虽然在宫里受过训，但那皮肉那是真的鲜。只要谁能平了大郎的债，再加一份礼，我这当爹的绝不二话。哎，季老头，别废话，老子长这么大还没玩过怀着龙胎的女人，这种福分若是销售了，死也值了。把人给我抬出来瞧瞧成色。嘿嘿嘿嘿，看成色怎么够？若是个带病要死的破烂物，老子可不收。得先搜搜身，看看他那身上藏着的宝贝还在不？对，那小妮子藏了一对极好的玉镯子。两位爷，咱们这就开门验货。季大人，老子是带了现钱来的，只要能摸上一把这从宫里出来的细皮嫩肉，我以后王家铺子的进项再分你一成。什么现钱不现钱的？季大郎在长乐坊欠的是人命债。季老爷，你要是敢把人给这死瘸子，我敢保证你那大郎活不过明天。哼！二位爷莫急，既然这货色好，谁出的价高，芝芝就是谁的。大郎，去拿算盘过来。既然李家哥愿意平了债，那王管事这边怕是还要再加一尊玉佛才对。咱们季家可不能做亏本买卖。疼死我了！你特别要干什么？父亲，看来芝芝比您想象中还要值钱些。闭嘴！你在这装什么清高？若不是你这个丧门星被赶出来，老子何至于被人逼到这份上？二位爷，别打了！这死丫头既然能封为才女，那本事定是极好的。谁出的钱多，不就能先试上一试吗？对，大郎说的对，相看嘛，哪能不试试深浅？只要银子到账，便是把他当马骑，老夫也绝不心疼。爹娘，你们都忘了，芝芝这种狡猾的人，在宫里待了10年，怎么可能只带回这点烂衣服？昨天我可是亲眼瞧见她腕上露出的那一抹翠色，定是绝世珍宝。对，我看他怀里还有枚猫眼石。季芝芝，赶紧吐出来，否则二位爷一会儿玩起性子来，可没你好果子吃。姐姐，你头上那一根还不够抵债。那是圣上，那是我的！你一个弃妇，也配提这种话？揍他！他牙缝里都带着金沫子呢。芝芝，你也看到了，家里难。既然你要嫁进王府，那这些多余的财物便留下，全当是报答季家的养育之恩。你自己交出来，还是让姐姐亲自动手？我就知道这贱人藏私了。爹，有了这颗石头，咱们全家都要发了。好宝贝，这石头归我，彩礼我再加100两。拿吧，那宝石里每一寸红，都是你们以后流的血。这就拿全了。那父亲
咱们的戏该由真正的贵客收场了。季芝芝，你在这装什么圣女？她怀的是野种，圣上都不要她了，搜她身上，她肯定还藏了金印。两位瞧好了，我女儿虽是弃妃，但也值这一桌银子。父亲，您以为拿了这450两白银，季家的烂账就平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是在想，这500两白银，若是在阴曹地府分，怕是不够你们5个人打点的。哎，小妮子，死到临头还敢咒老子！父亲，这银子您数清楚些，毕竟这不过是第一道钱财，真正让季家挫骨扬灰、万劫不复的惊喜，这就已经到门口了。季家好戏正式开锣。真货，全是真官银！大郎，快把这500两拿去还了长乐坊的债，剩下的全都给老子藏进地窖。季老爷，钱你也数了，这小媳妇儿，我现在是不是能带去偏房验货了？带去，随便带去，王少爷想怎么验就怎么验。父亲，这些钱您真的拿得住吗？怎么拿不住？这是老子卖，这是老子养你10年的报酬。圣旨到！圣旨？哪里来的圣旨？季承贵，圣上微服还乡，你这季宅倒是比圣上的前邸还要热闹啊！老爷，一定是咱二姐立功了，圣上来奖赏咱家长辈了，咱要当国丈了。公公辛苦了，我是季家的主母，这圣旨是赏我们老太爷的吧？快拿给老身瞧瞧。哪里来的丰富，竟敢冲撞圣颜！朕为季家嫡女，现改名柳芝芝，淑德贤良，淡中民族。今有孕月余，圣心大悦，晋封为芝贵妃，位列4妃之首，准其荣耀还乡。其母柳氏封正2品，端柔诰命夫人。钦此。父亲，您刚才说芝芝值那一桌子的银子，您且瞧瞧，这500两银子可能买得下本宫的一句恕罪。哪里来的丰富？竟敢在大初5的用那一股子世撩酸气气熏着贵妃娘娘和皇嗣，若是冲撞了龙胎，你这颗结实的头怕是够诛9族了。芝芝，你跟公公说，爹是老糊涂了，爹不是故意要卖你的，你是季家的女儿啊！芝芝，我是你亲哥，你救救我！只要你一句话，那些长乐坊的债主肯定不敢动我，你帮帮家里吧！呸！瞧季承贵以前那股子得瑟性儿，我还当是捡了多大的鸿运，原来是合谋卖自个儿入宫封妃的亲闺女，真不是个东西。这季大郎以前在酒楼里没少吹嘘，现在倒好，卖媚求荣，连累全家。这大初5的春节，怕是要变大初5的忌日喽。那位想验货的王少爷，您急着奔丧呢？龙旗禁军在此，谁动一步，格杀勿论。季承贵，邻里都在贺你呢，贺你在这长青街生生出了一个卖妻杀女、绝后灭母的季大员外。夫人有旨，2品端柔诰命夫人出府省亲。柳氏，真的是你？你不是死了吗？季承贵，老身今日接了圣旨，得以证明。只是这诰命夫人的宅院里，若是住着一群心思歹毒、发卖妻女的烂肉，未免污了皇上的风水。公公，老身记得
这季家所住的院子，那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，皆是老身在石矿里那一文一文磨出来的命钱。这是季家的房头，你是刘氏，你是卖出去的人。这天底下只有柳芝芝，没有什么二姑娘。这2年，你在柳家隔壁挥金如土的时候，可曾想过，你那一桌子好肉好菜，都是我阿娘在万坑山喝着血水咽下的泥巴。这一块是还你当年的10两银子，这一块是还你刚才要卖本宫的药费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刘夫人，贵妃，我卖了我的国之柱石啊！芝芝，你快看，你娘回来了，她当官了，爹是大喜过望啊！刚才爹是跟你闹着玩的，爹那是为了试探那王管事。芝芝，你可是季家的种，你得救救家里啊！季承贵，你可能记错了，从你发卖我母亲的那一刻起，季家的恩义就断了。从你把我禁锢在那间死房，想把我卖给瘸子的那一刻起，血脉就绝了。这世上只有柳芝芝，没有季芝芝。芝芝，我是你胞兄啊！你以前最听我的话了，你给公公说大郎知道错了。阿娘，您看，这群吸血的蚂蟥，直到此时想的依然是怎么从您身上刮下一块肉来供他们挥霍。芝芝，随他们去吧。柳宅的门这辈子都不会为禽兽开启。公公，那500两银子，本宫还他了。公公数得清清楚楚，不是吗？皇上驾到！朕让你回来散心，你竟让朕的骨血在那霉烂的屋子里受了3天的苦。芝芝，你要气死朕吗？谁尿了吗？皇上饶命！臣有眼无珠，臣是芝芝的亲爹啊！朕捧在心尖上的人，你竟想拿去卖500两银子？继承贵全族剥夺良民身份，贬为官奴，永世不得赎身。既然他们爱钱，便送去西郊矿场。朕要让他们在那暗无天日的矿井下数一辈子的碎石头。父亲，这是本宫送给季家最后的离别礼。芝芝，你是爹的亲闺女啊！你跟圣上求求情。你可知，朕在大营里听到你要回这等人家，朕恨不得亲自拆了这长青街。皇上，若是不到这废墟里走一走，芝芝又怎么能死而复生呢？圣上，臣知错了，臣是国丈啊，朕是娘娘亲爹，求圣上开恩。你卖了朕的贵妃，算计朕的嫡长苗裔，季承贵，这种时候，你居然指望朕认你这门亲？这一地的银子脏了娘娘的眼。既然季大人这么喜欢钱，传朕旨意，今日起封了季宅。那这一家人该如何处置？先留着，若是死得太快，芝芝这3日的搔冤头之辱，岂不是白白受了？把他那双数钱的手给朕拧下来。宣德5年至11年，38500两白银。这季府3进的宅子是贵妃的钱，季大郎在那长乐坊输掉的2000两也是贵妃的钱，就连季夫人手上这枚绿的发胀的大扳指也是用贵妃的赏赐买的。拿我的钱卖我的人，芝芝，这就是你的家人。皇上大人，全是他，全是季承贵这个老畜生！城南还养了一个外甥的2个假小畜生，全是
血口喷人！若不是你想要那对金碗，非要把柳氏卖进实况，大郎怎么会学坏？皇上，这事儿不赖我，是这死老婆子主使的呀！皇上，我知道，5年前后院那场火，也是爹为了跟芝芝要钱修房子，故意让小厮放的。那天还烧死了一个丫鬟。父亲，你们拿我供养出的这身皮肉当真实，烂透了。李公公，剥了他们。老奴领旨。今日，这季府所有的契约全部收回，划入刘母端柔诰命夫人名下。季家所有的良民身份，收缴所有财产，回归赤贫。朕要让他们穿着这身破烂去给柳大夫人赔罪。若是不满1万个响头，谁也别想咽下那口气。以前给你们的是我唯一的赤诚，现在我柳芝芝连这层皮都要向你们讨回来。诛心，朕最是在行。季掌柜，既然你总说为了季家的门面，那朕便让你这门面在天下人面前烂个干干净净。皇上开恩，若尔等能互相举发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或可减免1人劳役。是这个毒妇！皇上，6年前柳氏生产受罪，是这老婆子买通了稳婆，非说要把柳氏母女一起送走。她还瞒着老臣，把芝芝寄回来的那些救命药，全为了她娘家的黄口小儿。季承贵，你个丧奸良的东西！是谁在外面养了2个外室？是谁把女儿的卖身银拿去给那2个私生子修了别院？你个老畜生！你连祖坟的供奉钱都拿去喝花酒了！你个老畜生！皇上，我也知道，3年前那场大火烧死了春儿，其实是爹为了平了账房的亏空自己放的火，害死了人，还去向内务府诓了一大笔修缮银子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瞧，为了活着，你们竟然可以把彼此最后的一块皮都撕下来喂给禁军看。看，这就是你念了10年的家人。录下供词：季家族谱所在，奸淫、放火、侵吞财物，每一笔，朕都要在西城门口给他们立一座耻辱碑。臣女冤枉啊！这些肮脏事儿都是我爹娘做的，季林从未参与。沈妹虽然有了身孕，但我季家女儿的相貌是一脉相承的。臣女未婚，且身段更胜沈妹。既然季家要赎罪，臣女愿意带妹入宫，为奴为婢伺候皇上，只求皇上饶季家一人。你待他受处。朕见过贪婪的，却从未见过你这种连自己亲生妹妹的骨硕都要踩在脚下的烂货。你抢贵妃首饰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凤首麟头，那是灭族的死罪。来人！季大小姐既然自恃貌美，那便赏她一记诛杀制。皇上，不要毁我的脸！芝芝，你救救姐姐啊！姐姐，你以前总说我命贱，这诛杀制可是宫廷秘传的贵气记号，你受得住？拖下去，去矿场。他不是爱美吗？让他穿着这一身红裙去矿井深处，给拿1张10两银子的命钱，挖一辈子的烂煤。大姐，这一辈子你再也不用跟我抢东西了。老夫不是奴才，老夫是国丈，我是未来的国丈啊！国丈，陛下说了，季家祖上积的德，早已在卖妻杀女时耗干净了。从现在起，带上枷锁，绕街3周。呸！卖了嫡妻去享福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老天爷开眼了！季大郎，你那天在酒楼里说芝芝姑娘是你的摇钱树，怎么不摇了？父亲，您说的对，这富贵生活确实不知道庶民艰辛。现在，您有的是时间去慢慢体会了。
芝芝，给爹一口白饭吃吧，芝芝。心疼了？不知为何，看着那些人走，心里的那一团火像是还没烧透。朕知道，所以朕还为您留了一盏灯。皇上，那里面原本有芝芝想求了一辈子的家。那个家，朕替你处理了。芝芝，那间屋子太脏，她配不上朕的贵妃，更配不上那10年的赤诚。从今往后，朕要给你的是这天底下最大的皇上。烧吧，这一场火，烧断了我和季家所有的恩怨。从明天起，我只是我。就这一个了，季老爷，这可是贵妃娘娘特意嘱咐留给你们的福报，吃吧。老子还没死呢，哪轮得到你吃？孽障！你想饿死老子吗？爹，你以前说我是季家的根，你的根都要干了，你给我！娘，你把盐酱吃了也是浪费。等我攒够了力气，还得去矿上寻贵人。矿上缺烧火的婆子，窑里缺几个货，这2个、3个。能卖多少？这位壮士，我有女儿，我女儿以前是官宦人家的大小姐，她是厨，卖她能卖好价钱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你亲生女儿，当初是你叫我抢救出产的。丧门星，若不是为了给你治嫁妆，老子何至于发卖柳氏？为了季家，你牺牲一下又如何10两，当年卖柳氏，牙婆给的也是10两。10两，芝芝，爹卖你了，爹又卖了你姐，拿去数钱。恭喜皇上，贵妃娘娘诞下小皇子，母子平安。芝芝。芝芝，朕要把大齐最好的江山都给他，朕要把你受过的苦全都化作福气补回来。皇上，内务主你好了，请封皇贵妃代长凤印，皇长子名讳定了吗？叫承恩吧，承他柳家外公的恩情，也承这万家灯火的恩。还是柳家心眼好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昨儿个西城门那儿抬回一具烂尸首，听说季家那个老头子死在矿场那会儿，怀里还揣着个破碗，说是给家里省钱。这人呐，真是造孽。承恩，这汤热，以前的苦水咱们早就喝尽了。矿场传话，季云死在了昌窑，林乐手里还抓着块红绸，说要回季宅当大小姐。季宅连灰都没了。人走茶凉，恩怨已断。芝芝，这雪美吗？美，不仅仅是雪美，是这天下终于干净。